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又替95花挡灾了。最近白鹿因为以爱未赢，遭了不少骂。继百毒运镜降至剧情后，前2天因为女主人设争议，再次被嘲上热搜。明面上吐槽的是剧情和角色，但点进词条一看，高赞评论无不在指女主骂白鹿。后来传出一段拍摄花絮，王鹤棣提议拍成鬼怪的氛围感，被导演一句过时了否决。一旁的白鹿因为不合时宜的笑声，又被骂了。按他老板于正的说法，今年是白鹿的历劫元年吧？剧播的越多，骂声越大。单说今年，从年初的长月烬明，再到以爱未赢和宁安如梦，水花都挺大，却像是水底埋雷炸出的效果，每播一部就有新槽点。这倒也算印证了于氏女郎一贯的黑红路线。其实何止白鹿，如今内与95花的发展现状也出奇一致，爆是爆了，口碑却越混越差。为什么？于女郎里，白鹿算是最被看好的一个了。论演员，相比被观众无理由讨厌的袁姗姗，白鹿这张脸在出道之初虽缺了点辨识度，但被脸盲人士划入的，好歹是李沁、李一桐所在的甜妹之列。论野心，相比因耍大牌被六公主点名批评的吴谨言和出了名佛系的杨蓉，白鹿反而被衬成最有上进心的一个。为了扮演烈火军校里女扮男装的女主谢湘，尽管不舍得长发，她还是瘪着嘴走进妆发间剃了短发。加上大大咧咧、毫无女明星包袱的性格，在综艺里很是吃得开。曾凭借一张广为流传的表情包，从嘉宾摇身一变成跑男常驻，还顺势圈了一波路人粉。因此当白鹿坐上欢娱一姐的位子，大众也能理解凭什么是她受捧。白鹿脸部的骨骼感比较强，皮香薄，颧骨高，说好听点叫英气，说难听点叫苦香。早期的戏路也算因香质疑，一类是女将军、军校学生，或是酷飒大女主；一类则是惹人怜爱的苦情女主。最出圈的当属年度虐剧《周生如故》里的崔时宜。就像白鹿自己说的，女将军让她发挥优势，崔时宜则拓宽了她的戏路，让人相信她能演好这类角色。彼时的白鹿一度让大众相信她是有演技的，可后来名气越来越大的白鹿灵气却仿佛消失了，换个人设和戏份便露了怯。你会发现白鹿能演出情绪，但反而是在演情绪不那么强烈的戏份时，戏全被五官抢了去。比如饱受诟病的韩式演法，挑眉、动眼、高抬上唇，换上韩语字幕也毫无违和感。为了演出她理解中的英气，白鹿想到的处理方式却是邪魅一笑。每次开大耍帅，都演成了油花四溅的歪嘴战神。再后来脱离了配音加持，台词问题也暴露无遗。新剧《宁安如梦》预告片里，粉丝口中有爆发力的男女主对吼就创飞一票观众。开播后白鹿台词还被嘲上过热搜。原以为崔时宜只是进步的起点，没成想往后走的几步，反过来把滤镜踩得稀碎。除了表情控制和台词问题，那些让人出戏的角色背后透出的是对人物理解的单薄。每谈及角色，他总习惯用标签把角色进行简单分类：反派、坏人、恶女、恋爱脑、男孩子性格的和举手投足好娘的。演他口中所谓的反派，他似乎更追求一种过瘾的爽感，而常忽略了人物的心理和动机。长月烬明里，他把从小被凌辱而心理扭曲的男主归为反派，每天不动声色的开大，是自己最想演的角色。剧里白鹿分饰三角，谈到叶希雾和被荼族黑化入魔的桑九的区别时，他的理解是叶希雾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坏人，天性恶毒，
桑酒黑化后的坏又完全不一样，真的是个恶女来的。来源娱乐日报社。可演出来的效果，还是把桑酒这个被屠族后一心复仇的可怜之人，演成一副小人得志的可恨嘴脸，没看出两种坏的区别。和陈都灵饰演的屠族始作俑者天欢对峙时，场面导向恶毒女配霸凌小白花。如今白鹿路人缘滑坡，歌粉丝严厉，这妥妥是总被尬黑的美强惨。但在观众看来，理由无非是才不配位。就像白鹿总被嘲非倾国倾城的大美女不演，但大家真觉得她丑吗？其实未必，本质还是不认可她能演出美女感的能力罢了。在这代95流量花身上，能明显感觉到大众的容忍度开始变低。不止白鹿，95流量花也整体在走下坡路。他们起初飞升都离不开俩字：适配。就像苦情女主之于白鹿，他们原都有自己的赛道，凭借与自己适配的风格火出圈。虞书欣最深入人心的作精角色蔡敏敏和小兰花都做得自然可爱，和综艺里的抓马人设相映成趣。赵露思的风格跨度还更广些，既有惹人怜的小白花气质，又演得了逗人笑的逗比女主。从传闻中的陈芊芊到星汉灿烂，成了多少人的电子女儿。浓颜系的王楚然和周也，赛道则在美艳骄纵的恶女路线。而被嘲的转折点，也恰在于演技的不适配。好比赵露思此前被夸灵动的演技，在甜宠轻喜剧里能增添恰到好处的天然喜感。可同样的演法照搬进后浪和年代戏胡同就水土不服了。在一众老戏骨的衬托下，更显得和剧情背景格格不入。出圈作品与自身风格适配，本就借着几分时机红利，显然他们目前都还无法满足驾驭更多不同类型角色的专业要求。这或许是时间问题，但吐槽必不会少。除了演技频频被诟病，路人缘也堪忧。无一例外，这些95花都是靠营销起家的黑红体质。为了拿下流量入场券，出道伊始，各种小赵丽颖小天仙通稿满天飞。要么靠戏精操作吸引流量，一方面他们吃着流量红利，甭管好剧歹剧，粉丝都会把剧播数据上的爆火吹上天。但实际上国民度不高，依然停留在圈地自萌的状态。另一方面，他们又在被流量侵蚀着，都曾因为或多或少的不当言行引发过大范围群嘲。赵露思曾因爆粗口，加上几番手滑点赞再道歉的操作被封查解，甜妹人设崩塌。虞书欣的家子因被吐槽，白鹿则因我是男人言论片场摸男同事屁股，至今还被称作白普男。王楚然的路人盘更崩，爱翻白眼被骂小牌大耍，吐槽素人更是引起众怒。明星塌房被骂是必然，但流量塌房还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。粉丝自带滤镜往往言过其实，而逆反的网友则会戴上有色眼镜，放大瑕疵，同时把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最大化。好比王楚然口碑滑坡后，不少网友纷纷跑到他的新代言和代播剧评论区抵制，风评可见一斑。反观没吃到什么流量红利的其他95花，行得慢，但路子倒也走得清静安稳些。好比演技同样曾被狠狠嘲过的野子，但胜在路人缘不错。今年的护心和魏有暗香来，反倒被夸演技进步，刷新了之前五官乱飞的印象。在这样的运作机制里，一旦扎进流量池，便注定要惹一身腥风血雨。只是流量时代已今非昔比，观众对流量祛魅，对台配角上桌吃饭也有了更多支配权。至于这黑红的热度有多少含金量，大众自己也会掂量。流量时代最可怕的，其实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失明，享受着红利，却对自身处境不自知。大众对95花的期待其实不算高，不求他们能混成影后大花的接班人，
至少能顺着85花的路走，要么靠美貌大杀四方，要么交出几部像样的影视剧。可如今看来，95花却颇有后进不足的趋势。网评的4大普女，95花就占了3席。不光美貌难以服众，如今还高开低走，连演偶像剧都会被群嘲。虽然大家都在调侃中年古偶，但如今其刷刷重回古偶市场的85花，依然备受关注和期待。显然，同作为流量时代的获益者，85花更懂得如何接住和转化流量。他们的生存逻辑是靠流量获得选好戏的资格，再把流量转化成口碑。同样靠偶像剧起家，但题材上他们选的是超级网文、漫改 IP 和一书小说。尽管期间拍过烂剧，但每年总有1-2部班底扎实的剧来稳固口碑，再凭时代正剧成功转型。他们吃过某类人设和题材的红利，但又不拘泥于此，而是选择在原有戏路上开疆拓土。因此看似每次都踩在风口上，但某种程度也算引领了风潮。就连曾被预言灵气消失的杨幂和醉佛85花唐嫣，在栽过几回后，还是选择勇闯电影圈。尽管依然免不了翻车被嘲，但他们出道是靠作品人物站住脚，后期也是卯着劲儿力求创造可以傍身的转型代表作。考得怎样另说，但解题思路至少是 OK 的，哪怕端正写个解字，看看能不能博到同情分呢？在85青衣格局形成之际，吸引着大众目光的85流量花也是被潮过来的一代，但相较之下，95花还没有形成更清晰长远的眼光。被问挑剧本最看重什么？别问，问就是直觉和第六感。如果说85花尚且在多线发展中挣扎，那95花们则是在流水线角色中不断重复自己。王楚然凭《清平乐》里的张贵妃出圈后，接演的偶像剧角色开始陷入套路化，甚至连妆造和剧情都撞款，让人无缝串戏。他们也在难像角色爆红之前那样沉下心来钻研角色，甚至还停留在攻克阅读理解难题上。今年许沁因为白眼狼恋爱脑被嘲出圈，往回扒才发现，早在演员对角色的理解环节就让人两眼一抹黑。你会发现95花身上有一种明显的网红属性，跟更有个性的00花相比，95花的风格相对单一，长相属于更幼态的糖水系，要想突围出圈，早期的确需要靠讨论度供养。他们身上也有着年轻一代的特性，不把短视频平台当宣传平台，而是更愿意积极营业和互动，人设也更接地气，方便片段式传播。因此乘着短视频平台东风，收割了庞大的下沉市场，粉丝量和播放数据整体高于85花。但同时，他们现在的赛道有所重合，偶像剧市场基本是他们在换成恋爱，故表演模式化严重，让人看不到突破。看似备受市场青睐，不缺戏拍，可实际更优质的班底资源和大制作，已流向更被看好的00后演技派手上。而95花争夺的所谓好饼，却更像残羹，多由古早晋江小说改编而成，但影视化的结果也往往爆雷的多，惊喜的少。网红的危机感就在于，既能轻易博得关注，但更新迭代的速度也很快，很容易被替代和淘汰。但95花终究不是网红，他们已不必在热搜上演连续剧吸引流量，而是拥有进阶的资本，本可以放长线钓大鱼，靠专业本事吸粉和固粉。这不是白鹿一个人的问题，也是95花们共同面临的问题。所以比起潮，我更觉可惜。有出圈作品和受众，哪怕是一闪而过的灵气和高光戏份，恰恰说明他们身上原本具备被大众喜爱的某种特质，以及能胜任某类角色的演绎能力。而一味的潮，未必就能潮出大众理想的效果。
他们也未必能转化理解成催促进步的信号。更何况，占据公众视野，并不意味着占据更优质的资源。事实也证明了，即便85花知耻而后勇，但最终抢占了更优质资源，发展后劲更足，更受市场和奖项青睐，赢得更大陆人盘的，还是默默耕耘的85青衣。所以95花们更该醒醒了。好不容易在流量时代分得一杯羹，再放可就凉了。